可是好久未见了。不认识现在的我，可我却认识你。我们好久未见了。随着他整个身子进入通道消失后，15人中有着3个应变中期的老怪也是冲向通道，转眼间消失在了其内。剩下的众人立刻神色一动，纷纷冲去。显然这一次朱雀墓内死亡之人较多。亡灵紧跟众人之后，同样向前跃去。亡灵身影出现在了朱雀墓外围某处，此地是一片焦土，在现身瞬间，他神识一散，四周方圆数万里全部都是笼罩在焦土之中。少顷，亡灵眉头微皱。按照司徒南所说，这朱雀墓分为内外2地，内部中心位置便是一代朱雀之墓，修心之精也就是在那里。在外围有一座祭坛，只有通过祭坛方可进入内部。可现在亡灵一看此地与其所说差距太大，这朱雀墓外围怎么可能神识一扫便窥探全部，更不用提寻找那座祭坛了。亡灵脑中闪过一个个念头，他速度极快，向着远处疾驰而去。飞行中，忽然亡灵神色一动，但见身后远处天边一男一女2个修士呼啸而来，他2人在数百丈外停下身子，青年向亡灵一抱拳，朗声说道：“在下慕容云，不知道友高姓大名？”“在下青木。”青木这个名字是亡灵在刚刚进入炼魂宗时所用。眼前这一男一女，亡灵一眼便看出修为，那青年是化神中期，至于那女子则是化神初期。慕容云仔细打量了亡灵几眼，说道：“道友的修为怕是刚刚化神吧？”“没错，在下刚刚化神。”亡灵早在感应到他2人时便掩盖住了修为，让人看起来与刚刚化神的修士差不多。“道友，此地太过危险，不如我们结伴入河。如此一来，人多了，取回命魂的把握也就大了许多。”听道友的语气，好似比较有把握取回命魂。青木道友，你不知，在下是第一批进入此地者，亲眼看到前锋和仙一族的几位八叶术咒师是如何进入这朱雀墓内部的。若非我修为不够，此刻定然也进入了朱雀墓内部。莫要废话了，走吧。2人交谈中，慕容云旁边的那个女子突然冰冷说道。说完后，她身子一动，向前飞去。慕容云见状，对着亡灵一抱拳，起身跟上。亡灵则在他2人身后缓缓的随行。他时而把目光投在慕容云身上，尤其是在此人衣袖上的图案。3人速度很快。第2天正午，飞行中那女子身子一顿，看向远处说道：“前方有人。”他话音刚落，但见远处一把白色飞剑呼啸而来，剑上站着一老者。他此刻面色阴沉，时而回头看向身后。这老者亡灵见过，正是那在朱雀山下通道外16个应变修士中的一个。他见到亡灵后轻咦一声，然后身子未停，迅速说道：“道友速退，此物诡异。”亡灵闻言看向其后方，只见在这老者身后一道闪电疯狂的追击而来。就在这时，那慕容云好似随意的扫了追击的闪电一眼，这一眼使得闪电立刻一顿，从其内传出一道不满的咆哮声后，猛地掉头向后飞去。飞剑之上的老者一怔，他身子停下，眉头紧皱，随后把目光投向亡灵，抱拳道：“曾道友，多谢。”他猜测，或许那追击之物离开是与这曾牛有关，毕竟曾牛的名声响亮，定有一些神通法术。亡灵摇了摇头：“不是曾某。”老者目光一闪，然后笑道：“不说此事了，在下莫云海，曾道友可有进入此地内部的线索？”亡灵闻言转头看向一旁的慕容云，后者抱拳开口：“晚辈慕容云，你可知晓进入内部的方法？”“在下的确知晓，不过前辈需要答应在下，要把晚辈带进内部。”“说吧，老夫答应你。”闻听此言，慕容云眼中露出喜悦之芒。“好，晚辈带路。那里是一处祭坛，是通向此地内部的唯一通道。那里可有危险？”“有。”莫云海眉头一皱，看向亡灵：“曾道友，你意下如何？”“你我联手，即便无法过去，保命应该有益。”听得此话，莫云海点了点头，旋即转头对着那慕容云说道：“小子，带路。”说着，众人纷纷身子一动，向前飞去。慕容云的速度虽说很快，但在莫云海眼中仍然太慢。在莫云海的建议下，他带着慕容云、亡灵带着那女子，展开全部速度向着祭坛飞去。随着莫云海与慕容云的身影消失不见，那女子开口说道：“前辈可是曾牛？”“是我。”“前辈小心慕容云。”说完此话，那女子便一语不发。亡灵与莫云海的速度自然极快。3天后，在一山峰顶端一处巨大的平台之上，有着一个约有100丈大小的黑色祭坛。亡灵落在平台后四下打量，此地与司徒南所说之处有很大的差距。司徒南所说的祭坛是一处山谷内，并非是在这山峰之上。莫云海一指祭坛说道：“慕容小辈，你说的祭坛就是这里？”慕容云闻言连忙点头。莫云海见状，立刻把此人抓在手中，右手按在其头顶，天灵轻声说道：“搜魂术。”只见后者身子顿时颤抖起来，最终好似一滩烂泥倒在了地上，一动不动。“曾道友，此人没有说谎。”莫云海身子一跃，冲上祭坛：“在下去探路，还请道友为我护法。”“好。”亡灵冷笑一声，并没有看向那消失在祭坛之内的莫云海，而是把目光投在了慕容云身上，右手弹出一道灵诀，向着此人眉心落下。就在这时，慕容云睁开双眼，一把将灵诀捏碎。他站起身子，盯着亡灵说道：“你是什么时候发现的？你的衣服年代太过久远，不似刚刚进入此地的修士所穿。你是什么东西？你有什么目的？”“我没什么目的，我是命魂所化，只是不想让你们得到修心之精。”听得此话，亡灵右手蓦然一动，几乎瞬间一道蕴含仙力的仙诀猛地向慕容云落下。慕容云见状，身子未动，但却在那仙诀落在身上的瞬间，整个人化作一道道烟气，转眼间飞入四周的黑雾之中，消失不见。然而仅仅片刻，一声惊呼从那黑雾中传来，一道道黑
黑气又迅速从中飞回，化作慕容云。与此同时，一杆3丈大帆从黑雾内飘散而出，大量的魂魄在其内钻进钻出，10多个主魂目光全部锁定慕容云。在这些主魂中，更是有一头紫金麒麟。11尊魂幡在亡灵与司徒南赶来朱雀山的路上被他再次炼化，他把所有的魂幡全部融合到了尊魂幡内。李元峰与麒麟残魂都成为了尊魂幡的主魂。此刻，这杆11尊魂幡内共有主魂28个。你以为这样就可以困住我吗？慕容云冷笑一声，旋即整个人化作无数黑气，疯狂地向着亡灵冲来。亡灵见状，右手抬起向前一点，顿时四周黑雾内一杆大帆出现，此帆一抖下，无数静止涌现而出，以极快的速度直接把那无数细丝全部封印在了一起，最终变成拳头大小的圆球被亡灵握在手中。这种由命魂组成的灵物很难杀死，即便是杀了，死的也不是他们，而是朱雀星上的命魂主人。亡灵开口说道：我不杀你，那就可以把你封印。虽说你现在还不会死，但当组成你的那些命魂主人寿元断绝，一一死亡之后，你就会彻底死亡。听得此话，那黑色球体内传出慕容云的咆哮声：我是杀不死的，在我体内命魂死亡后，我还可以重新收取命魂复活。亡灵冷哼一声，右手冲地面一指，开始布置禁制。慕容云见状，立刻说道：你要干什么？把你封印在这里，100年之后我再回来，看看你死没死。亡灵说着的同时，手中禁制不断。你到底想要什么？我要我的命魂。这个不可能，我们是修仙之境幻化而出，以命魂组成，无法特定抽取某个命魂。闻听此言，亡灵微微摇头，把最后一道封印布置后，身子一跃离开了这里。慕容云吼道：我知道真正进入内部的方法。亡灵看了看远处的一片山脉，我也知道。说完，他右手在地面虚空一按，裂开的大地慢慢收拢起来，眼看就要彻底封死之时，慕容云的咆哮响起：我们有一个王，在墓地内部，只有他可以从修仙之境内抽回指定的命魂。怎么才可以找到他？在内部一直向东走，有9座山峰连接成一片，形成了一个深谷，在深谷最底处便是王之所在。听得慕容云话语，亡灵目光一闪，旋即身子一动，消失在了此地。而慕容云的声音随着地面最终全部收拢时戛然而止。当亡灵出现时，是在这山脉深处的一个山谷之内，这里有一座与之前山峰顶部那个一模一样的祭坛。就在亡灵身影走进这里的瞬间，他突然一顿停止不前，只见一个美艳不可方物的女子坐在那祭坛边缘，向亡灵看来。柳眉，这女子正是柳眉。她见得亡灵后展颜含笑，亡灵平淡的道：让道。亡灵，你可是讨厌我？让道。好一个铁石心肠之人，莫非在你心中除了李木婉之外，再也容不下其他人了吗？亡灵冰冷的望着柳眉，同时手持仙剑，没有任何犹豫，仙力涌入，向前一斩。蕴含了仙力的一剑带着一股巨大气浪呼啸而出。柳眉玉手掐诀在身前轻点数下，顿时一个孔雀的虚影出现，把剑芒挡了下来。果然是应变出奇，亡灵，你的修为提升的好快。柳眉，我最后说一句，让道，否则王某将全力出手。不让，亡灵，你进入里面是没有活路的，不如你把意境给我，我去帮你取回命魂。亡灵见状，一拍储物袋，劲幡在手，其上禁制顿时化作一道道劲气呼啸而出。柳眉，朱雀子已经死亡在即，你我一战没有必要。亡灵清楚，柳眉毕竟是应变中期，若是不使用11尊魂幡，很难在短时间内有结果。一旦耽搁太久，影响了取得命魂的时机，那么就坏了大事。柳眉轻笑一声：亡灵，即便是师尊没有让我来找你，我也会与你一战，借你之道，让我的千幻无情达到圆满。你出手吧。话音未落，亡灵以双手掐诀向前一点，蓦然间劲幡内的禁制在亡灵身前凝聚，随后化作一把黑色的长枪飘在半空。亡灵手持长枪猛地一刺而出，开！柳眉玉手在身前一点，轻声道：开！但见之前那个孔雀的虚影再次出现，这孔雀全身的羽毛立刻蓦然间开屏，随着轰的一声巨响，在孔雀开屏的瞬间，硬是让亡灵的身子有了一丝停滞。亡灵面色阴沉，身子虽停滞了一瞬间，但他反应极快，手中长枪一甩之下，没有任何停顿，以更快的速度刺向孔雀。又是一道惊天动地的声响，黑色长枪化作一道道劲气向四周散开，而那孔雀的屏上却是依然美丽。亡灵在扔出长枪之后，身子便立刻后退。与此同时，一杆3丈大幡出现在其手中，11尊魂幡终于被他祭出。他不准备再浪费时间，以此幡直接杀了此女，进入朱雀墓内部。然而柳眉望着尊魂幡，却是面容不变，轻声道：没想到遁天前辈真的把此幡送你了。不过亡灵，你拥有此幡之事，我早就猜到，否则也不会选择在祭坛之处等你。若你选择使用尊魂幡，我便把这祭坛摧毁，此物下次凝结而成，是在数日后，如此便可阻拦你数日时间。闻听此言，亡灵目光冰冷：你到底有何目的？没什么目的，只是想与你以意境一战。亡灵右手一捏，11尊魂幡消散在手中，他左手掐诀点在眉心，顿时一个巨大的画轴铺展在天空之上。柳眉深吸口气，盘膝坐下，闭上了双眼。在他双眼合上的瞬间，其身前那只孔雀立刻变大，化作10多丈大小。我的道是千幻无情，就如同这孔雀之屏上的1000只羽毛，每一只羽毛便是一幻。事实上，我的道并非真正的千幻，而是999。当最后一幻成型时，我的意境便可达到应变后期。亡灵，成全我的最后一幻，可好？柳眉的声音从那孔雀内传出。亡灵抬起右手指向天空，天空之上的画轴立刻浮现出阵阵山水之色。这黑白两色的画幕内，一道道灰气急剧的涌现。最后一幻，成全。
而且是让你此生铭记，永远也不会忘记。亡灵声音冰冷，右手向下一挥，顿时大量灰气形成一条巨大的苍龙，咆哮中向着柳眉上方的孔雀一口吞去。那孔雀抬起头，雀屏妖异的盛开，闪烁之下，赤橙黄绿青蓝紫7种光亮在其上散发出妖异的明暗之色，透出一股深深的无情冷漠挥散而出。苍龙巨大的僧口来到孔雀之旁，一晃之下化作一团浓浓的灰气，把孔雀四周全部笼罩。随着亡灵右手向下一挥，大量灰气顿时把柳眉上方的孔雀全部笼罩。那孔雀厉鸣一声，其上七彩之光幻化成一道彩虹，从灰气中穿透而出，与画幕中的山水融合在了一起。见得这一幕，亡灵右手一挥，一丝粉红色的雾气从他储物袋内一闪之下，飞入到了天空之上的生死画轴内。只见天空的生死画轴内蓦然间出现一点粉色，这粉色之中隐约露出一个娇躯虚影，虚影赫然是那许立国口中的仙子小妹，也就是仙一族三祖当年化身成为修士时修炼而出的一丝意境，当初被亡灵得到后一直收入储物袋内，这才是他对付柳眉的真正杀招。想要破无情之道，必须要天下间至阴至阴之意境。随着魅姬那妖异的身影渐渐凝实，那孔雀之中传出柳眉迟疑的声音：试试生死之道，轮回。天空之上的画轴蓦然收拢，一合之下，其上的七彩颜色顿时被生生逼出，但瞬间又向南北两个方向伸展开来。只不过其内画幕中却是再也没有了山山水水，有的只是一个女子的身影。这女子整个人化作一道粉雾，从天空呼啸而下，直奔柳眉上方那巨大的孔雀。柳眉，你不是要最后一换吗？王林，你好卑鄙！亡灵神色如常，此刻魅姬化作的粉雾从孔雀双目钻入，那孔雀之身一震之下崩溃消散一空，露出其内盘膝坐在祭坛之上的柳眉。此时的她俏脸升起一股红色，只不过亡灵的目光始终冰冷。魅姬的意境魂魄能否成功夺舍吞噬柳眉，她并不关心，而柳眉能否最终完成最后一换，她也不在乎。虽然使用魅姬以邪淫之意破除柳眉无情道的确太过卑鄙，但这一切亡灵根本就没有放在心上。他身子一动向前走去。此时此刻，在朱雀大陆朱雀国的东部，仙夷族的一组、云雀子、三组以及2个实业祖灵盘膝坐在一处。三组突然面色一变，说道：“我当年的那丝意境，居然在夺舍！我岂能让他如愿？”朱雀墓内，亡灵走进祭坛，他蹲下身子，正要传送而出之时，忽然旁边柳眉七窍中魅姬的惊呼声回荡：“怎么会这样？有一股与我本源一样的力量，正在外界干涉我夺舍，怎会如此？”魅姬之前进入柳眉体内，正在破解其意境之时，忽然感受到来自魂魄深处的一股刺痛，这种痛让他瞬间没有了任何神通。就在魅姬从柳眉口鼻七窍冲出的瞬间，柳眉顿时睁开双眼，最后一换，你跑不掉。这一切都是在极快的时间内发生，几乎就是在亡灵目光投向柳眉的一刻，魅姬崩溃。在这一瞬间，一股滔天的粉色雾气疯狂从柳眉身体内宣泄而出，其扩散的速度太快，一些粉雾直接顺着亡灵身体的汗毛孔钻入其内。随后山谷内那一大片环形的粉色雾气走出一个妙曼的身影，正是柳眉。他见得亡灵后，嘴角露出一个微笑，然后右手虚空一点，顿时身体四周的粉雾向着四周蔓延，几乎眨眼间方圆数万里内便成为了粉红色的世界。而亡灵正处于这粉雾扩散的中心点，此刻的意境远远超过了他因变初期生死轮回意境，他自然无法抵抗。亡灵的神智第一次迷失了。第二天，粉红雾气渐渐稀薄，只见其内一个女子躺在祭坛边缘。与此同时，祭坛上散开了一股传送之后的余波，显然是提上裤子不认人的亡灵刚刚离开。少顷之后，那女子坐起身子，看了一眼祭坛上的点点红斑，沉默起来。柳眉没想到，这千换无情道的最后一换竟会是如此得到，而他师尊无论如何也想不到，本应在亡灵道心中留下身影的柳眉，最后一换内却是有了亡灵的气息。柳眉抬头看了看远处，轻叹一声，叹息中透出一股极为复杂之念，他内心忽然有些茫然，这一切超乎了他的预料。朱雀墓内部，亡灵的身影一闪之下出现，他现身后眼露复杂之色，在那粉色雾气的吸收下，他好似做了一场梦，醒了还是很感动。亡灵轻叹一声，消失在了原地。朱雀墓的内部不大，在正中间的位置有一座灵山，亡灵神识散开，横扫一圈，立刻察觉到一股股强大的气息，这些气息中均都是由命魂凝聚而成的灵物。显然在这朱雀墓内部，灵物的数量不但更多，而且其实力也是更强。亡灵的第一个目标是寻找那座灵山，也就是此地的中心位置。这一日，亡灵触目可及之处是2座插天的山峰，山峰中有一条小道蜿蜒而去，经过亡灵观察，顺着此地直行应该就是进入中心点的路线。不过这一路上他明显感觉到，越是向深处走，那些命魂生物便越多，更有许多不是其能够招惹的强大者。沉吟片刻后，亡灵一步步向前走去，走出几十丈后，亡灵忽然神色一变，他没有任何犹豫，转身退出了这蜿蜒小道。就在这时，只见一滴滴水粒好似水晶般飘在了这条小道的半空中，每一个都代表着一个命魂，其数量居然不少于数十万粒。紧接着，这些水滴相互凝聚在一起，化作一个女子。这女子相貌寻常，但整个人身上却是有一股诡异的气息弥漫。现身后，她冷冷地盯着亡灵说道：“你不能进去。”闻听此言，亡灵慢慢退后。若说他最不想招惹的命魂便是水命魂组成的灵物，这种灵物可分可散，即便是封印禁锢也很难完全覆盖。后退间，亡灵神识向前方山谷深处一
扫，在深处他看到了一个熟人，后者正在与一个颇为强大的水命魂灵物斗法。只是在亡灵看到那与此人斗法的水命魂灵物后，却是不知为何有一种好似心神相连的感觉。亡灵眉头微皱，在山谷外徘徊少顷，正要离开时，他突然面色一变，猛地回头。婉儿，亡灵神色一震，瞬间明白了，婉儿的灵魂被困在天逆珠内，而天逆珠又藏在他眉心元神之中。这样一来，他自然能够感应到李木婉的命魂。这次他不再犹豫，身形一动，几次闪烁间便抵达了山谷深处。在那里，他看见一个驼背老者，这老者正是当年在仙夷之地追杀亡灵进入空间裂缝之人。后来他借助祖灵符文与族人取得联系，才得以被救。亡灵的出现令老者一愣，他眼中顿时闪过寒光，仰天狂笑起来。是你！亡灵冷哼一声，几乎在驼背老者察觉到他的瞬间，身形化作一道残影出现在其身旁，手中仙剑举起，对着驼背老者身前那囚禁水命魂的圆圈猛然斩下。驼背老者见状大喝一声，手掌向前一按，掌心中闪现出一个古老的符文，散发妖异的光芒。亡灵右手向空中一抓，顿时11尊魂幡出现在其手中。这面3丈高的魂幡一出现，便立刻散发出令人心悸的威压。见得这一幕，驼背老者心中一震，他不知道这是什么，但他对这番的样子感到有些熟悉，甚至还有些恐惧。只见亡灵手中尊魂幡一抖，魂魄们顿时疯狂涌出，尤其是一头紫金麒麟出现后，身形一震，当下便是向着驼背老者张嘴扑去。在麒麟之后，10多个鹰变主魂也纷纷现身，瞬间整个山谷被这些魂魄包围。此刻，驼背老者心中暗暗叫苦，若是这些鹰变魂魄只有1、2个，那么他根本不怕。然而眼下鹰变魂魄的数量实在太多，以他修为完全无法抵挡。面对如此局面，他只能迅速撤退。他没想到，在不到100年的时间里，曾经被他追杀如丧家之犬的小辈，不仅达到了鹰变初期，还拥有了传说中令仙夷族族人感到恐惧的11尊魂幡。就在驼背老者退后的瞬间，山谷蜿蜒小道中之前提醒亡灵的女子出现了。他看到山谷内的情景，双目闪烁，整个人化为水雾向驼背老者扑去。亡灵无暇顾及这一幕，他释放出11尊魂幡后，手中仙剑不断挥舞，疯狂地斩向符文圈。轰隆隆声响中，那困住水命魂的符文圈开始崩裂，水命魂灵物立刻从水团状态变化为了一名女子。这女子的容貌隐约与李木婉有些相似。尊魂幡融，亡灵一声令下，四周无数魂魄除了追击驼背老者的，其余立刻疯狂融合，几乎在眨眼间，所有魂魄便消散殆尽，只剩下6个散发出远超鹰变后期的气息主魂。灭！亡灵低喝，只见6个融合后的主魂立即向女子发起攻击。女子见状，身形一晃，化作水雾，砰的一声四散而开。亡灵正是等待这一幕，唯有对方化作水力或水雾时，他才能从中找到李木婉的命魂。然而就在这时，整个朱雀木突然震动起来，随着震动的加剧，天空中传来剧烈的裂变声，仿佛无数巨大手掌在天际撕扯，瞬间空间裂缝如狂风般呼啸而出，吹出的寒风让人全身瞬间感到僵硬。这里的空间裂缝不同于外界，即使是鹰变修士若进入其中，也会魂魄灭绝。随着修行之心的破碎，修行之精的崩溃，朱雀木的地面开始崩裂，无数进入此地的修士纷纷陨落，整个朱雀木内顿时笼罩在了一团浓浓的死气之中。亡灵所处的山谷同样无法逃脱，他将所有魂魄召回后迅速离开。至于驼背老者的生死，他此时已经顾不上了，目光紧紧锁定着那名看似李木婉的女子。只见那女子身体正在缓缓崩溃，没过多久，整个人便化为无数颗水滴。见得这一幕，亡灵以极快速度来到了大片崩溃的水滴前，直接握住一颗晶莹剔透的水粒，在触碰的瞬间，他感受到了一种似乎触摸到李木婉的感觉。抓住水粒后，他身子立刻速退，穿梭之下，终于冲出了山谷。修行之精的崩溃并非瞬间完成，而是逐渐发生的。这一切都是朱雀子故意策划。当大地晃动停止后，亡灵所处的山谷已被夷为平地，周围的一切都烟消云散，仿佛之前一切只是一场梦境罢了。2日后，亡灵飞行中越过一处处沦为虚无之地，目光所望前方是一大片盆地，在每一个盆地内都深深插着一把长剑，虽说只露出一半，但剑芒却是极重。亡灵神识往深处探去，这片盆地中心位置有一个略大的盆地，其边缘被一层寒冰覆盖，其内充满了深蓝之色，看不到内部景象，但此地的剑气却是最重，这气息绝非寻常飞剑可以散发而出。另外，那中心位置的盆地内之物让亡灵有一种熟悉感，这种感觉并非是某个命魂，而是总体的熟悉。沉吟片刻，亡灵缓步走入，然而就在他仅仅走出10丈之时，远处最近的一个盆地突然散发出一阵强烈的寒意，只见那土壤中的剑瞬间拔地而起，剑尖直指亡灵，滚开！在剑鸣之中传来一股霸道的神念，亡灵感受到那把剑内的神念，心中突然有了触动。他没想到这剑居然是由精命魂组成的灵物，甚至与他在仙界见到的那些仙剑极为相似。亡灵手持仙剑低声喝道：“许立国！”话音未落，许立国的身影顿时从黑雾内幻化而出，他一出现便盯着那狂傲之剑嘿嘿笑道：“你家许爷爷虽说是半路成为剑魂。”没等他说完，那狂傲之剑没有任何犹豫，立刻后退。这一幕让许立国一怔，但瞬间他便嚣张起来：“好，许爷爷让你跑了吗？”说着他卷着仙剑迅速追去。许立国在亡灵身前开道，所过之处，所有盆地内的宝剑顿时后退。这一幕极为诡异，好似这些宝剑全都惧怕许立国一般。亡灵却是平静地看着这一幕，他知道剑魂自然需要剑魂来克制，一路势如破竹。亡灵跟在许立国身后，向着此地中心位置迅速飞去。数个时辰后，那中心位置巨大的盆地已然在目。许立国身子一缓，有些不敢上前：“主子，你看这一路上我可没偷懒，把所有的剑魂都帮你赶到这里来了。”
现在没我什么事，不如我先回到剑内，等你把这些剑魂都灭了，我再出来。说着，许立国连忙向仙剑内回缩，只是他的身子刚刚回去一半，便被王灵一把抓住。你若无法给我破除此地，留你无用。